真正的排位战开始了，四大宗门一个不少，果然还是他们的争霸战。本届苍峰排位战淘汰赛开始，入围32强先行分组。这怎么分的？顶尖强者全在第2组。这2组实力差距也太大了吧？2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碾压1组。太好了，看来幸运之神一直在眷顾这云师弟。如果这运气继续，说不定能挤入16强，那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了。都一样。嘿，大哥，云彻这小子就快要落到我手里了。上天有眼，可千万别让哪个挡了他的路。现在进行第1组第1场配对。第1场就是姐夫，那个萧南是灵玄境6级，姐夫之前已经战胜不少灵玄境6级了，这场稳赢。不，同一等级，4大宗门弟子的实力远不是其他宗门弟子可比。云彻，千万不要大意，若势不可为，不要逞强。你能走到这里，已经是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了。来日方长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放心。看来皇室这匹黑马总算是要跑到头了。可别把话说满了，之前打脸打得还不够啊！萧宗剑宗弟子萧南，请赐教。苍峰玄府弟子云彻，请赐教。好可怕的剑势啊！4大宗门的优势就是极其强大的玄功玄技，这一剑，4大宗门之外同等级的对手无人能正面接下。快躲开！这是什么剑技？竟然把玄力都给切开了！哎呀，差一点儿！竟然逼退了萧南。这一剑我接都恐怕没那么轻松。这个云彻到底是什么鬼？倒是很识时务，直接放弃抵抗了。啊！我这是地玄器，这不可能！这一剑纵然灵玄境巅峰玄力护体，也能刺穿。应该是穿了什么护甲吧？你也太多大了吧！要不是老龙头刚用龙神之血给你淬炼了躯体，就算2重境界的大道浮屠诀，也未必挡得住这一剑。师傅，你终于醒了。我就是想测试一下龙血的威力嘛。你们打得鬼哭狼嚎的，我还睡得着吗？好，那我就尽快打完这一架，让师傅你老人家继续睡。现在我要出招了。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？竟然这样一把重到可怕的剑，居然比在我之下！再拼一次，就看这一剑了！天阴无体剑！时功不少。
不遗余力，这是放出胜负手了。好，看你能不能切开我这一剑。你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。你也一样，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一点。谢谢，我输了。这一场，苍风玄府云彻胜，进入明日16位淘汰赛。玄力倒数第一，居然击杀了萧宗弟子，这世界是哪里不对了吗？从他出现就不对了，这不是一个能用常理衡量的怪物。云师弟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皮肉伤，何况还有师姐你的神药，早没事了。按今天的结果，明天你的对手将是天枪雷火堡的少堡主穆修言。姐夫这么厉害，明天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这个人你要特别小心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天枪雷火堡的综合实力仅次于4大宗门。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可怕之处，他们最令人谈虎色变的是2大绝技之一的雷火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雷火分为2类，一类是化玄力为雷火并引爆。哼，玩火，我不怕。天枪雷火堡堡主穆天北。来此是有件事要和云贤侄相商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穆堡主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这些天我观云贤侄表现，以你的天赋和实力，留在苍风玄府真是明珠埋于粪土。哼，不如加入我们天枪雷火堡吧。你说什么？哼，我既加入苍风玄府，就没想过要离开。啊？所以穆堡主的圣意，我只能心领了。做决定之前可要想清楚了。苍风玄府这些年可曾出现过像样的人物？他们连皇室都保不了了。苍风玄府从不干涉弟子的自由，但皇室威严也绝不容他人侮辱。一个待嫁的女子，还在这自诩公主，不过就是个联姻的工具。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无论我离不离开苍风玄府，我都绝不会加入天枪雷火堡。一个连人话都不会说的堡主，所引领的宗门，想必也是个乌烟瘴气之地。就算你给我跪下，我都嗤之以鼻。你穆堡主，这下你可听清楚了。哼，好，哈哈哈哈，说得很清楚。我未必是他对手，你快走！这事儿没完，走着瞧。小仙女，果然是你。你昨天侮辱了我父亲，也就是侮辱了我们整个宗门。准备好在我的雷火下嚎叫吧，你会用一辈子来偿还这个代价。另一种则是各式高等火器，隐藏身上，防不胜防，根本无法预判其威力和方式。
不过我有对策，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隐藏的武器。对付危险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速战速决，在最短时间内将一切可能尽快扼杀。这是虚影吗？这切换也太快了吧！难不成这云彻真是鬼魅化身？你所依赖的法器，亦是你最忌惮的力量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应该是引着了暗藏的火气，这下不死也废了。妍儿，快带去山庄一个救治。这一场，苍风玄府云彻胜，进入明日8强赛。每次我以为已经是他极限的时候，他都让我再次大吃一惊。整个天玄大陆，竟然还有如此人物。父亲，他刚才的身法究竟是如何完成的？太诡异了。为父也没有看清。嘿嘿，哎，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修火系的。不过这种最低等的玄火，也就是吓唬吓唬那些外行了。到你了。下一场，焚天门焚绝壁对圣水宗鹏飞。明天的比赛也不在话下。陛下听说云彻竟然晋级了8强，圣心大悦，说是要去御花园走走。谢谢云师弟，谢谢你。进入前8，也意味着取得了进入天池秘境的资格，还真是恍然若梦啊！不过你也从此成为了众矢之的，各宗门必然会盯上你，就如之前苍风皇城的各股势力一样。你呀，可千万不能再像对慕天北那样意气用事喽！以理还理，以牙还牙，来的我全兜着就是了。这些还是远话，明天8强赛。你的对手是焚绝壁，焚绝城的弟弟。焚绝城为促成与公主的联姻，现在因为你的出现付诸东流。焚绝壁为了在这个未来城主面前站稳脚跟，一定会对你下死手。焚天门再说，可就是几百年来第一次被踢出4强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所以我认为云彻的黑马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。毕竟焚绝壁是4大宗门核心弟子，还是焚断魂的儿子。你这样的垃圾，居然能走到我面前，不知道这对你到底算运气呢，还是算倒霉？美妙的游戏要开始了。人丑就算了，
废话还那么多。鬼炎刀！还真是让我有点惊讶了，居然能接下我6成的力量。不过这改变不了你废物的命运。接下来，便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焚天门的焚天之炎，好好享受吧。又见鬼了！让我听听你嚎叫挣扎的声音吧！叠加，简直太恐怖了，太令人失望了！不行就快认输啊，保住性命要紧。没想到绝壁竟已达到如此境界，哼，看来我是白担心了。可惜这个舞台太小，猫戏耗子的游戏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，实在是有些无趣。那我就再来帮你一把！焚天斩！这的确是一场猫戏耗子的游戏，只不过你好像弄错了谁才是耗子。什么？可能，一定是我蓝颜出城，捍卫真正成熟，才会，一定是这样。云彻，你以为你打败我了吗？有种，你破我的焚天龙炎试试！竟然不惜自损精血发动龙炎禁忌，这会严重损伤玄力和寿元。这是他必然的选择。没想到云彻竟然能化解蓝颜，把绝壁逼到绝境了。但杀死参赛对手会被逐出排位战，那也比战败好。这没错，这样的冤家留着，终成心腹大患。领导，准备救人。云彻，去死吧！